我们介绍的是那个酸碱指示剂哦。那这个其实之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先讲一下那个它这边变色的范围这边呢，你不用去，先暂时不用去管它，你只要知道它在酸里面、碱里面各是什么颜色就好。好，那个一直到高中才会用到说你的变色状况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把它圈起来。第一个，如果是石蕊试纸的话呢，背起来哦。如果在酸里面的话是红色，碱里面的话呢是蓝色。OK， 可以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来注意听，酚酞跟分红打勾，因为我现在教你怎么背哈。在碱里面呢都是什么色？都是红色。它刚好跟石蕊试纸怎样？相反，石蕊试纸在酸里面是红的，然后呢，酚酞跟分红呢在碱里面呢都是红的。好，但是这边呢你要小心，这个酚酞呢，如果在酸里面的话呢是无色的。它是无色的，那如果在分红的话呢，酸里面的话呢，它是黄色的，这要小心一点哦。那你就要记哦，分红其实它的那个颜色变化比较大，酚酞呢就是太白，又像什么无色，就是我跟对你讲酚酞分红嘛，那分红感觉上就是它的颜色变化比较多，所以它就变成黄的跟红的。那酚酞的话呢，就是无色跟红色。什么是无色知道吗？无色并不是白色哦，怕同学猪头。对，它是透明色的哦。好，然后广用指示剂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就背什么？背那个彩虹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记住吗？所以前面的红橙黄就是酸，后面的蓝靛紫呢就是碱。那你猜绿色是什么？中性。Yes， 把它写上去。绿色的话是中性。哦，如果广用指示剂是绿色的话，它是呈中性的。好，那其他还有一些天然的那个酸碱指示剂哦，像那个葡萄啦、高丽菜啊、紫色高丽菜啊、红凤菜啊，跟牵牛花都可以，它都会变色哦，都会变色。对。OK， 那当然还有包含了 pH 值 ，pH 1，哦，可以测量出来它的那个 pH 值。那你还记得再复习一遍？你还记得什么是 pH 值吗？就是我告诉你说氢离子的摩尔浓度，注意哦。当我写中括号的话，指的是某一个东西的那个摩尔浓度。当它是10的负 n 次方的时候，我的 pH 值是谁？就是 n。举例，比如说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它的摩尔浓度，氢离子的摩尔浓度是10的负3次方，所以请问你 pH 是多少 ？pH 值就是3。好，那我讲难一点的，机车一点的。有一些题目呢，它告诉你说我的氢氧根离子呢，氢氧根离子，注意看哦，氢氧根离子是10的负6，请问你 pH 是多少？6，并不是6哦，哇，真棒！有人讲是8，为什么是8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题目给我是氢氧根，我要转换成氢离子的。哦。那我们不是之前学过吗？两个相乘一定等于多少？10的负14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负6的话，它应该就是10的负8。看懂吗？所以它 pH 值应该是8才对，哦，就这边小心一点就可以了。会了哈 ，OK， 好，这个我要看一下。